村民可能也不会来这种地方，应该是可以进的。我靠！大家好，延平 Mesa Scary 刚完成了自己的 DIY 皮卡房车的制作，然后这次是跟发现之旅俱乐部一起去张家口的玉县现在我已经提前出发了，主要原因呢，一是我自己我想多逛逛既然还能多匀出来一天的时间，我就正好去玉县之前，我可能先经停一个地儿然后这个地儿我没想好呢，有可能是官厅水库，就是北京的延庆，也有可能是张家口的偏东部，那叫怀来然后这次呢，我不准备走高速，因为我觉得国道走走停停会更加方便的、更加友好的去领略当地的风土人情所以一般在不赶时间的时候，我就会选择国道。天气真的不错，很凉爽，没开空调。我覺得應該係由啲年青人開始做起嘅。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點45分，中國宣布2030年之前實現載人登陸。在這個水稻進入拔節運穗這個階段的前期，利用這個女真人對他們的一個優勢，要從南邊再去夾擊遼國。北京的西北邊，天高雲淡，好多山都一覽無餘。现在还是在北京昌平延庆的这个范围内，山村。之前呢，在北京有时候周末露营，经常会经过这种小山村，弯弯曲曲的小路向上，然后周边的商业还不错，因为它属于靠山嘛，又是城市的周边。就享受两边的一些优势。前面就是居庸关长城，鼎鼎有名的我是没有去过这个居庸关长城反正印象里就是很远，然后很热，人很多，并且因为我小的时候就山海关就经常去，所以对于这种居庸关长城就没有那么感冒，这一次又是草草的经过现在到这个怀来了，张家口的怀来也就是官厅水库靠西边的这个县。然后刚才出北京界的这块写的是京北生态新区，就是看周边很多小区、别墅、楼盘，挺荒废的状态。其实北京周边这些县吧，没有什么特别响当当的，我感觉很多就是说北京这个环北京贫困带嘛，确实是因为北京周边呢，生态环保各种各样的安全检查，这些就是对很多产业限制是比较大的，所以很多能发展的产业就是房地产或者一些北京的一些落后产能外溢的承接加上一些比较原始的农业吧，基本就这些。张家口我之前是去大同路过，当时主要是在张家口的市区吧，有一个比较初步的感受，因为张家口在河北应该是经济发展最落后的一个城市，确实是受制于一些自然条件，主要就是草原嘛，山地草原这些。然后呢，怀来它是出了延庆就是怀来，包括官厅水库的绝大多数面积应该还是在怀来的境内。这个官厅水库也是为了北京供水打造的，新中国应该是第一个大型的水库。为了搞这个水库，把怀来的古县城怀来古城，也是千年历史的怀来古城给淹了，有点像北方的这个三峡吧，
当然规模肯定没有三峡那么大，但确实属性上也是为了经济的发展，或者为了更多的一些其他方面的保障。因为你在北京周边，你就得挨北京西环北京贫困带，就是这么产生的。现在就是要经过怀来大桥，这个怀来大桥底下呢就是官厅水库。今天的天气真的很好，就是能看见太阳照射白云，云彩的这个影子映在山上，天很透亮，阳光很晒，很明朗。现在我正在往一条小路走，应该能开到官厅水库旁边。刚才有一个口是可以下去，但是我看再往前开看，看看有没有更合适的，好像是没有，那就掉头了。哦，到了，已经有人在这儿露营了。哦，这水真的挺好的，不愧是保障北京的水源地啊！官厅水库的北侧，在张家口的怀来。就是我如果下午到的比较晚的话，我应该晚上就可以在这儿停车过夜了。环境真的很好。因为其实在白天在北京的时候天气很热，温度很高，但来到这边呢，就是确实又是在山和水之间。现在又应该是这个上面的云彩把太阳遮住了，所以很凉爽，环境很好这边。能听见很清晰的鸟叫声。哇，太阳好，这云彩躲开了，然后太阳就晒出来了。我准备在这儿停车，开窗待一会儿。昨天刚下过雨，地上还有点湿漉漉的，有一些小草冒头了，已经不要踩到。再好的地方都会有这些垃圾，这挺可惜的。就是现在大家经常找露营地、找环境好的地儿，感觉比较难。主要原因就是很多环境好的地儿呢，来一波人之后就面目全非，所以就是没有一个可持续的一个状态。糟蹋完那就走了，就找另一波地儿了。好多人是这种心态，其实不太好。反正就力所能及嘛，就既然能带来这么多食物什么的，但吃完以后残渣、垃圾袋那些，用不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就可以清走。但很多人还是选择留下，这理解不了。能听见鸟叫的声音，还有这种是野鸡的声音吧，好像就是咕咕的这种。刚才在水边站了10几分钟，真的很舒服，就是没有想象中那么晒，并且呢是有风迎面吹来，很凉爽。现在准备回车里，给这个摄像机充一下电，并且我搜一下怀来的县城，或者说周边有什么特色的或者好吃的，就走了。晚上在哪儿住车，现在还没有想好，有可能再回来。在这儿休息了1个多小时，就看着窗外的这个算是湖水吧，所以就准备再去下一个景点，也不算景点，因为我搜的还都是，不是正经景点，以前荒废的一个影视基地。因为怀来古城本来它就是因为建这个官厅水库被那个淹了嘛，这个影视基地呢叫卧牛山影视基地，以前是一些偏81厂的一些片子在这儿拍的，现在也是荒废了，所以在这种荒废的区域里面的一个荒废的影视基地，
我觉得还挺期待的，然后现在过去看一下。张家口这边风力资源挺丰富的，草原嘛，空旷，所以很多风力的发电机。因为今天是工作日嘛，而且去这种荒废的影视基地呢，更不是说什么正常人，所以我估计那个今天应该没什么人。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在张家口我也搜到了，是一个荒废的古村落。但考虑呢，就是现在我开这个车太扎眼，而且我网上搜吧，那个村子还有一个好像疯子，时不时老跟着人，我这一想太瘆得慌了，就没有去太野的地儿，去一个荒废的影视基地，我觉得还好。现在看导航啊，他让我走左边这条路，而且这指示牌呢也是卧牛山旅游区，这个是旅游区吗？我就怀疑。既然他这么指，我就这么走吧。就是这个路弯弯曲曲绕了几个弯，包括这种路面呢，就有点像90年代的那种水泥板路，并且是已经荒废了很多年，年久失修，很多炮弹坑。看见牌子，卧牛山旅游区81影视基地。导航让我往左拐，看一下。我靠，这是装甲车呀！这真的假的？就实话实说吧，这种路段开的还有点心虚。路况当然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呢，是没有人，然后能闻到山里面的那种柴火味儿。路面上的周边的小商铺都是荒废很久的那种，我觉得一般人除了村民可能也不会来这种地方。作为一个外来的游客过来呢，尤其是第一次来心里面会打鼓。这块让我右拐，我靠，这我能进吗？我靠，我可能得停下来看一下。拍一下啊，应该是可以进的。它那个上面虽然有弧度，但我看了一下，应该是比我这个要高一点。这种黄土，这是古老的东西还是新做的呀？前面有人放羊，有人就好，有人就放心了。这是在这个很衰败的影视城里面。还能看见有炮楼，挨着官厅水库那边，很特别的景象。这应该就是以前可能拍老电影的这个一些影视的场景，对吧？战争题材的，这个挺适合搞这个真人的 CS 呀，真人的类似场景的剧本杀。哇，前面有羊，哇，这个是牧羊犬，牧羊犬真的会赶羊啊！我靠，这个小心点，别压了羊，这得赔钱了。就是经过了刚才的这个小城门之后，前面又有一个，我再继续停下来看一下。应该没问题吧？没问题了。人人都来抗美援朝。没多大地方吧？前面反正这一片都是影视基地了。就是这一片。这个荒废有多久了？荒废也不长时间，好像有3-4年。再弄一下81的厂子，81厂子。对，都塌了这。行，我再往前开开。好，谢谢。好嘞。这里面也都可以进去，可以进。好，好，谢谢。天儿很好。
我感觉我现在是一名运输兵。靠，这个比较狭窄的路段呢，更是要小心呐。你好，这前面就是能开到水边是吧？对对对。啊，除了水边还有什么呀？那边能吃能住。啊？能吃能住。哦，能吃能住。哦，有农家乐那些是吧？哦，景区什么庙？观音庙，你说娘娘庙。哦，观音庙、娘娘庙。哦，这都是长城是吗？以前的城墙。对，怀来古城。哦，相当于官厅水库淹的那个怀来古城。哦。这是就建国的时候就淹了是吧？对，建国淹的。它主要的城区全被淹了。对，全淹了。哎，好，谢谢您。嗯。就是在这个荒废的影视基地尽头呢，是做成了这个一个旅游景区。这个旅游景区刚才也拍了，就是比较有点低端的这种商业的感觉。但问了一下门口大爷呢，他说以前就是因为官厅水库修官厅水库的时候是把怀来城淹了嘛，基本上全淹了，但也有一点没有淹，那就是他说有庙，有观音庙，有娘娘庙，那这个庙就包装，也不能说包装吧，就做成了这个旅游景区。但确实是维护或者整体没有那么好，所以我也没有交这个额外的30块钱去游览。所以在卧牛山这一块它的这个影视基地这边我准备停一下，看看这些荒废的道具，荒废的这个影视场景。所以现在这一块不是张家口了，是变成察哈尔了，晋察冀的抗日根据地了，可以说是。这现在看的这些场景呢，很有可能是出现在一些抗战老片里面，或者一些前些年比较火的这个抗日神剧里面吧。红砖泥土。往里走一下，再往里走一下。哇，好多蚊子！走了。哎呦，有一点阴森。背后的这块呢，我不知道能不能拍上啊。就是山脊上这一条老的城墙，就是以前怀来古城的城墙，2000多年历史的怀来古城。然后因为修建官厅水库，基本被淹了。哎，离近我这车，发现前几天用的那个喷枪自己洗的车还算干净。就这边还是有一些人过来，也算是仿古吧，去这里面看一看。应该都是危房了，现在。不太敢往里走。有一些那种看着像稻谷啊那种堆在门口。可能是有人在这里面拉屎。
能看见一些卫生纸，所以更不能进了。哎呦，这里面会不会有蛇呀？上去看看。哎呦我操！但这个东西每一步都要小心，很有可能有台阶就会断掉。这就是钉在这块儿，所以整个支撑它可能就是1、2个钉子。这应该是一个现成的小城门楼，估计也无数个剧组在这儿走来走去。现在都荒废了。今天天气因为太好了，所以和这么衰败的一个景象不太搭。我觉得更有意境的是一个阴云密布的傍晚。过来的时候，天刚擦黑，应该会有更特别的感觉。其实这整个面积不大，有2、3个街区吧，然后每个街区都很短。主要就是拍戏的时候够各种各样的场景用，比如说有的可能药铺啊，有的可能是一个客栈，对吧？每个都有就行了。然后可能有这个街区的拐角。还是比较紧凑的。现在就要往下走了。哎呦，很安静这里面。哇，里面有个人。刚才弯腰低下去了，不走了，不走了。这狗就边上巡逻，哪个羊出来不老实，它就吓人家。没法走，还得个。哎呦，这个羊不老实。它就过去了，好聪明啊！这狗。对自己弄的，它相当于是皮卡上面直接驮了一个，给您看一下。哎，挺好哎。对，反正就是简单的东西。简单的，反正是上哪儿住啥的，吃啥都行。对，吃住，然后也有冲淋浴的。还有冲澡的呢。对对，这块儿里面不大和啥都有。对，睡觉了在前头。睡觉那个床很大，那比家里床都大。哎呀，也挺好哎。对，都有，应有尽有。顶多就俩人玩。哎，挺好。上头这个加工做这个也贵的了，估计。那你做饭是拿啥做呀？做饭我是那个就是便携的那个卡式炉啊，因为其实我做的不多，一般到点儿我就那个找吃的了，买点啊。对对对。还有空调。对，上面有那个太阳能板，这样的话就发电很足。挺实用。对，就是简单实用。这个就不用就把它弄起来。对，不用就弄上去。然后这块还有个那个小梯子，就方便上下的。上下啊。塞这儿了。真好，这是干啥？这个就是里面有那个柴油暖风，冬天的话柴暖加热嘛。但你柴油的话，你去加油站加柴油必须得铁桶。你单独拿个铁桶去加完灌里。所以得单独。排风扇哦，对，这就空调的外接，跟家里面差不多。牧羊人和牧羊犬继续往岸边去走了。
去吃岸边的水草。就这个影视基地就继续在这沉睡吧，拜拜。下一站张家口的玉县。现在我就要走康齐公路109国道到禹县吧，因为本地人可能读禹比较多。一个民宿，包括目的地在山里面，所以我觉得在山里面找露营地应该还是比较容易。所以我就赶路了。我这一片应该是烂尾房，那旁边有人放羊，门口都关了。我们看到，其实中国在这样一个近代化地方布局艰难转型的过程中，都会设立出来。